台湾学者眼中的俄乌冲突，大陆解决台湾问题要借鉴4点经验，他们说的有道理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爽。正在乌克兰进行的俄乌冲突已经变成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消耗战，俄军未能数胜，反而在能源出口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收益。但是这并不等于战争的持续对俄罗斯是好事。毕竟俄罗斯高达17%的通胀和经济发展萎缩6%的预期也是真实的。台湾地区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接种最近发表文章称，俄乌冲突对大陆可能进行的武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，包括以下4个方面。他指出，第一，大陆对使用武力手段完成统一会更加慎重。中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，会把武力解决台海问题视为最后的手段。这可能并非是为了统战和宣传，是为了服务于中国在2049年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国家目标。通过武力完成统一，是所有统一方式中代价最大的。大陆必然会考虑美欧联合制裁所造成的影响。第二，武力解决台湾问题，采取的方式很可能是速战速决，以避免超级大国的军事介入，包括在一定范围内向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装备、补给和情报，或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空袭。大陆解放军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瓦解台湾军队有组织的抵抗，在方式上执行首战决胜的行动，包括情报侦察行动、网电和精确打击行动以及超越夺控行动。这些名词很炫，实际上呢，就是多种手段一起上，尽快瓦解台军的抵抗意志。在这方面，俄罗斯军队可以说做得非常差，因为俄军的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能力不强，最终导致乌军在长达2000公里的战线上能够与俄军对峙，在1000公里的战线上激烈交战。乌克兰政府甚至都不愿意与俄罗斯进行谈判，说明他仍有信心继续打下去。第三，在采取武统行动时，大陆解放军会大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，以提升联合火力打击作战的效果。联合火力打击作战就是要在首战行动中使用各种侦察手段，分析出应给予攻击的首战关键目标后，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确打击，来瘫痪台军的防御体系，为联合登岛作战创造有利条件。第四，地面部队会加速部署攻击型无人机，解放军应该会充分地运用台军在无人机防御方面的明显缺失，持续增加无人机的型号与数量。俄乌冲突是2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，而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内政，这2种军事行动其性质是不同的。单从军事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确需要总结俄军表现的不足。台湾学者的观点总体来看没有太大的新意，但是有2点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，解决台海问题首战决胜没错，但是不是要速战速决，则存在着不同的解读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，也有可能会采取以打促统的方式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。第二，无人机、无人车等无人化的装备的发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降低人员的伤亡和物资财产的损失，而无人装备的发展将会成为重中之重。台湾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和平谈判，如果被迫使用武力，也有可能是有限的武力使用，更可能是一场高技术战争形态的演示。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做得不好，而解放军在未来几年内完全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，这是由中俄2国国力和军力的差距所决定的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